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冠英，在《玫瑰的故事》中饰演的是庄国栋。他要在事业和爱情中做一个选择，有共同的话题，他们都有对于事业的追求。在爱情方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黑或者白，非常直接的。黄一梅和庄国栋确认关系的那场戏，其实是在庄国栋整个创作里面他最后一场戏。我看今天有新同事加入，我是 Eric 庄国栋，是歌兰创意部的客户代表，也是未来大师项目组的 team leader， 怎么称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饰演的庄国栋这个角色吧。复杂的，因为他在这个求职的路上和在爱情中间，他做了一个选择。其实是否正确，大家可以在剧里面去探讨。那你觉得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选择？就看你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因为他已经做了那个选择。但是在回看的时候，那我相信他心里是有答案，而这个答案在剧里面你们可以找到，很明显。他和黄一梅之间，你觉得他互相吸引的点在哪？因为她就是一个很出挑的女孩子，然后很耀眼，性格又独立，她很勇敢，做事情的这种风格，还有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还有对自己理想的坚持。那你觉得庄国栋吸引他的点是什么？有共同的话题，他们都有对于事业的追求。可是我是男人，我应该考虑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对不对？女人也有事业啊，为什么女人就没有事业啊？庄国栋其实前期是把自己的事业放在爱情前面，这也直接导致了他们两个人关系走向破裂。就是你是如何看待他的这种感情观的？为什么要说他把他的事业放在了他爱情的前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提交了这个申请的报告，然后他才跟黄一梅有了这一段感情。最后他们在热恋的时候，这个报告被通过了。所以这一切，你说这是命运使然也好，还是掌握角色命运的神编剧故意有意为之也好，他其实在这个时候让他产生了矛盾的点。他其实并没有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他只是就这个时间，你说是因为这段爱情带给他幸运获得了这样一个入职，还是机缘巧合，所以不知道。刚刚导演说，他其实问题点是他没有选择主动告诉黄一梅。我觉得庄国栋还是在那个时候，在某些层面上是要比黄一梅要成熟一些。在热恋的时候突然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其实我觉得可能结果也会是有一些争执。对，他想隐藏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说，因为他还有考虑到家庭的母亲那边的压力。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如果这次不是玩呢？这个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心里清楚。那你认可他和黄一梅之间在感情观上存在冲突和矛盾吗？这个是承认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在年轻的时候相遇，然后有这么一段特别热烈的感情，就可能大家都不太想要让步。假如说庄国栋服软说一句话，我觉得玫瑰可能也不希望他真的这么做，大家都不太懂迂回。当时我在去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庄国栋的心情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最后会按照最后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去发展的。还生气呢？分手吧。就因为我去法国？你真的以为是这个原因？不然呢？你别后悔。庄国栋和黄一梅之间其实有非常多那种爱的非常热烈，然后有很多名场面。你觉得最吸引的地方是哪一场？就是那场我们两个在那个打电话，我跟父母吃完饭被憋屈的一场戏，然后拿起电话跟他，我特别喜欢那场戏。上海天气怎么样？在下雨。我觉得就是两个在异地的年轻人，然后想要彼此了解或者确认某一种状态的时候，但是又不太敢说出口的那种腼腆也好啊，还是羞涩也好啊。导演用了一个我们两个最后跑到上海的外滩，我们两个见面了，就很浪漫。我是从角色出发，我觉得那场戏对于我来说也很好，因为我后来没有想到导演就是拍了一个两个人要相遇的这样一个画面，而且这场戏是确定了他们两个的人物关系，进行了下一阶段的这个发展。而且拍这场戏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是因为拍我们合体的时候是后期做的，因为当时因为有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完成那个画面，然后我最后补的那个是在我杀青拍的最后一场戏。就是等于是黄一梅和这个庄国栋确认关系的一场戏，其实是在庄国栋整个创作里面他最后一场戏。最后来演这场戏会不会感觉很不一样？就像是一个无限循环一样。这个故事在此时此刻，其实庄国栋的那个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庄国栋的故事和黄一梅故事才刚刚开始。就是我们上午采那个佟大为老师的时候，他说你和黄一梅第一场是不是就是比较亲密的戏？对对，在楼道里被哥哥发现了。干嘛呢？你不是在白小河家吗？
那我也不能住他们家呀。这我男朋友 Eric。大哥好 ，Eric。当时拍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因为就是其实一上来还不熟嘛。因为我觉得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嘛，只要你要带入角色，然后去找好此时此刻你们人物关系和你们人物的心境，然后完成表演任务，我觉得其实就可以排除很多杂念。美国的故事也有原著小说嘛，在拍摄前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没有，小说和剧本它可能呈现的角色因为篇幅不一样，有时候做功课的时候，你脑子里会有两个双胞胎在打架，你知道吗？是用黑白灰来形容角色的感情底色。那如果是形容庄国栋的话，你怎么形容？白色底，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都市情感嘛，大量讨论的是对于情感层面的。在爱情方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黑或者白，非常直接的。庄国栋的白是指坦诚的、勇敢的，想要去解决问题吧，但可能解决的方式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这个角色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思考或者影响？挺有趣的。当时看到这个角色吸引我的，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复杂性，这里面有美好的，然后有纠结的，也有他自己挣扎的，还有他这种悲伤的，还有痛苦的，很完整的一个一个形状。你觉得庄国栋后面后悔了吗？我觉得用遗憾更好，更好，因为咱就说哪有卖后悔药的？就是假设如果说让他再选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选？选择留在北京，还是选择爱情？对。最后再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剧和角色吧。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支持《玫瑰的故事》，支持庄国栋。我们腾讯视频见。腾讯视频入戏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林更新。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一个阶段，才触动了黄一梅，她赶上了好时候。默默的舔，有品位，肯定有。你说我都演了那么多讨喜的角色了，还差这一点吗？有热度嘛，你就好好的机遇和你的准备达到了，它自然而然会发酵成。咱们结婚吧，登记只要9块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饰演的方谢文这个角色。是黄一梅在婚姻阶段这么一个伴侣。我以为他是一个可能在我自己的一个创造的一个想法里，我会觉得说可能是不是极端一点，对，就是非常极端的那种。但导演汪导是觉得不一定是，他说那你要这么极端，黄一梅是图什么？是为了什么？当年包括我们今天中午也采了导演，其实他也说黄一梅选他，就还是因为有爱才会愿意跟他在一起。对，他不是一个说一个很盲目的一个东西，我也理解也是，要不然你太极端了，在校园里就受人追捧的这么一个女神级别的一个黄一梅，怎么到方谢文这儿就是没有下文了？这人生这是什么平淡了？我就想开了。不是，我觉得还是导演说的很对，就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一个阶段才触动了黄一梅。这是我先生方谢文，我们刚结婚。记得剧里面方谢文有一句台词问黄一梅，他说就你跟我在一起是出于真爱还是为疗伤？从你的角度来看，你是怎么理解的？鹏哥演的那个庄国栋是突然杀回来了，然后方谢文是很有危机感的。这个情况下给黄一梅造成的是他不愿意回头，他想往前看嘛。读到剧本，我理解为方谢文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他赶上了好时候。你觉得他在追求中是纯粹真的是出于爱，还是说也带着目的？我觉得还是爱啊，但是呢，方谢文对他的爱喜欢是挺自卑的、不自信的，所以他才能花心思。要不然你说怎么办？他只能去想办法接近啊，用他所想象的真情流露来打动黄一梅。你觉得最初黄一梅吸引方谢文的点是什么呢？美啊，就看外貌吗？就是美，单纯的美，因为他俩不是同班同学啊。没有什么，没有交集的，没有交集的，就是那种默默的甜，默默的甜，悄无声息的爱。对，说谁家了？为什么？喜欢。方谢文和黄一梅之间，他们的那个出身和成长环境相差很大嘛？那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爱情的？你觉得这种爱情有未来？我不反对，但这种你说放在咱们除了戏剧当中啊，就是放在现实里啊，有很多夫妻两人，你们是可以会怎么样？但家庭，方谢文他妈妈，对，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他可能是对于一个在戏剧上把一个人物塑造一个算是比较极致了。你不去上班，我也能养得起你。什么意思？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那你认同他的感情观吗？不太认同。你去禁锢一个人，你禁锢他的思想，禁锢想要去工作，非常大男子主义。这黄一梅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事业，但他就是方谢文这个人就是太不自信了，他总怕外面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会对他自己造成威胁，主要是因为这个。就是你如何看待他在这段感情中的付出呢？虽然我努力过吧，但我没有觉得很伟大，挺平凡的付出，理所应当的。我觉得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我给不了你儿女双全的生活，你也给不了我信任和尊重。刚刚也聊到他其实对黄一梅，我感觉其实也有点到 PUA 的感觉了，不知道你认同这个？有，是他有 PUA， 肯定有。那你在演的时候有没有被他哪些行为给气到的？就偷偷打电话，他有一个应聘的一个工作，然后老板人家说，哎，你这个还挺有想法的，怎么样？希望你来面试怎么样？偷偷的说，哎，我是她老公啊，她现在怀孕了，不稳定，挺啊，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就算了吧。但黄一梅后来发现，就真的是歇斯底里，真的很生气。我觉得这是触碰到一个人的底线了。我觉得这个是我很不理解。哎，你觉得他算渣男吗？不渣吧，他没有情感上过分的行为，但我会觉得就是过分的太自我了。决定了跟我结婚，好像没有竞争对手。谢谢。很多演员有时候在演这种不太讨喜的角色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去说找到一些角色的可爱点。那你在演的时候会是怎么想？找啥呀？你没可爱点啊？这是找不什么的？你这个对啊，你可爱什么？你可爱这不是故意表现出来的。他其实是不太讨喜的角色。那你在演的时候会担心到时候出来被观众控诉吗？你说我都演了那么多讨喜的角色了，还差这一点吗？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演绎的一个标准的说一个不能触碰的一个。挺好奇的，就是你当时这个角色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愿意接呢？我觉得就是跟我以往扮演的不太一样啊，没有试过这么一类型。你平常的那个冲浪速度也很快嘛，然后经常会在网上和网友调侃互怼啊，这种就什么样的评论会比较引起你的？比较独特的，你的那些互动感觉都经常会被大家拿来传播，感觉特别有意思。嗨，我就开玩笑嘛，就玩嘛。然后这种那个跟网友的互动也容易被大家拿来发酵。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想多了吧，你干嘛要过分的解读人家，无限的解读与放大？我想问，闲的吗？对吧？这句话也回得很好。很多人就选择我宁愿不说了，我有什么好跟你好说的吗？说多错多。对，但很好的是你还在做鲜活的自己，希望我们还能继续见证到这个，继续保持这个鲜活的自己。可以激励。那平常比如说就是没有在工作的时候，自己会愿意干些什么？就好好的生活。就你该干嘛干嘛，先把手头的事儿忙好。该学习你学习，该去有什么工作你提前准备。你每天要在剧组里，你体验的都是角色的生活。虽然你说技术上一直在磨练，但我觉得生活都没了。就像咱说，你必须得有周六日这个东西，缓和你长时间的一个疲惫的一个身体和一个负荷的一个精神状态。那今年其实连续2部热剧和综艺的播出，保持了很好的热度和讨论。那现在你对于所谓艺人的热度这件事情会怎么看呢？有热度嘛，你就好好的能接点戏啊。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说你要削尖了脑袋往上钻，我觉得就是机遇和你的准备达到了，它自然而然会发酵成。其实也不会说就是有热度的话，那我持续这样去做。看吧，当时也不是说没有特合适自己的戏吧，挑的比较狠，确实有段时间是懒散一点啊。这个想，因为之前是太累了，真的认真思考了一下，就这么累，到底要为了什么？现在回头看的话，你觉得这个选择是会后悔吗？没什么后悔的，我会觉得说踏踏实实的只把一个事儿做好，就没有太多事儿困扰我了。确实还是得让自己保持自己的节奏，好好的去拍一个戏，然后少做其他的事情，就挺好的。今年其实大家也一直在夸你的状态特别好嘛，是有特意在去努力维持这种好的状态吗？我觉得还是跟运动有关系吧，就保持一个运动，保持一个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机能。就前段时间，当时你有一个特别出圈的视频，就是录的那个走路的那一段，旁边一群人跟着你后面，然后那个对那段时间那段视频特别出圈，然后大家都说被你硬控住了。就那个还是挺好玩的啊。对，我才刚刷到一个你去菜市场的那个视频，就感觉也很生活。那对啊，这就是生活呀。但是正常的生活不拍呀，
那我会觉得一起出去嘛，我觉得记录一下嘛，适当的也学着年轻人的玩法。